尼安德塔人为什么会灭绝？这是人类演化史上最大的谜之一。以前大家都以为，要么是智人把他们打爆，要么是气候变了让他们活不下去。但最新的研究告诉我们，真相可能更安静，也更残酷。他们不是被杀掉，是被洗掉的。这篇发表在《Scientific》的研究，来自意大利与瑞士的科学家团队。他们不是挖化石，而是做了一个数学模型。我们用畜产保健科会懂的方式讲，尼安德塔人就像一群住在小岛上的原生小族群，而智人是超巨大、无限量的外来族群。模型叫做大陆岛屿模型，意思是智人是一整片大陆，人口多到爆。尼安德塔人只是一座小岛，族群固定而且小。接着智人开始少量的流入尼安德塔人地盘，两边还会通婚，这画面很像。把一根开到最大水量的水管插进一杯浓缩咖啡里，咖啡是尼安德塔人的基因，清水是智人的基因，岛的容量有限，新来的水进来，原本的咖啡就被这样挤掉一次、两次、三次，咖啡的浓度就一直下降。有人会说，智能工具更好，智商更高，或是气候变化，为什么不把这些算进去呢？但科学家反而会全部都拔掉，他们要的是最保守的情况。他们假设智能和尼安德塔人的能力一样，繁殖一样，死亡率一样，也就是完全公平的无误开启跑线。那会发生什么事？数学告诉我们，尼安德塔人还是会灭绝，而且毫无悬念。原因很简单，人口差距大到离谱。考古资料推估，当时的智能比尼安德塔人多10倍到100倍，这差距在族群的遗传学里就是毁灭的级别。超大族群的基因不停流入超小的族群，哪怕每次只有一点点，但只要时间够长，1万年、2万年、3万年，尼安德塔人基因就会像咖啡被稀释成透明的水一样，不会完全消失，但只会留下微量的痕迹。这也正好解释为什么现在人类的基因里都能找到一点点尼安德塔人的基因。尼安德塔人的 DNA， 他们消失了，但没有完全离开。这个模型今天也在保育学里很重要，尤其是濒危物种管理。当外来强势品种进到原生族群里不断的杂交，原生基因就会慢慢的洗掉，这在生物学里叫做基因污染。所以尼安德塔人的灭绝不需要战争，不需要仇恨，甚至不需要谁想去毁掉谁，只需要巨大的族群差距加上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最后尼安德塔人就会被自然的稀释掉。而我们今天每个人身体里面那一点点的尼安德塔人基因，就是他留给世界最后的印记。